1989年12月29号，那天日经指数冲上了38915点，一个到今天都还让人记得的历史天价。那一年，全世界都相信同一句话：日本要买下整个世界。据说，光是东京一个城市的地皮账面价值就超过了整个美国。全日本的股票市值将近是全球的一半。所有人都觉得这班车只会往上开，永远不会停。然后呢？然后是30年，一条跌下去再也回不来的线。那一天站上顶点的人，要一直等到34年后，才重新看得到原来的高度。这一集讲的不是跌得有多快，而是跌完之后那4个最贵的字：等它回来。这是《财富与人性》第2季放不了手的第4集。前面3集我们看的都是跌得很快的故事。第1集，一个交易员藏起他不肯认的赔钱。第2集，一群最聪明的人替一个没搞懂的风险卖了保险。第3集，所有人在同一秒冲向同一道门。这一集我们换一种书法，它不快，它很慢，慢到可以吃掉你一辈子。1990年之后，日本股市开始往下走，然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站起来过。但真正可怕的不是那一跌，而是无数的人一直看着它跌，却死也不肯走。这一集我带你看3件事：第一，那个泡沫到底吹得有多大；第二，为什么跌完之后人反而更卖不下手；第三，等它回来这4个字，真正拿走的到底是什么？先看那个泡沫到底有多夸张。1980年代的后半，日本的钱多到满出来，股票涨，土地涨得更狠。最狂热的时候，光是东京一个城市的地皮账面价值就超过了美国全国的土地加起来。有人算过，光是天皇住的那块皇居地价就抵得上整个加州。武士也一样火，一家叫 NTT 日本电信电话的公司一上市，市值就冲到全世界第一，比当时美国最大的那几家公司加起来还要多。全日本的股票市值一度冲到全球的5%，所有人都跳上了车，因为过去的每一年，这台车真的都在往上开，没有人想下车。在那个当下，下车看起来就是最笨的决定。这么大的泡沫是怎么吹起来的？故事要从1985年说起。那一年，几个大国签了广场协议，日元开始大幅升值。为了不让出口受伤，日本的央行把利率压到很低很低，市场上的钱便宜到不像话。这些便宜的钱没有进攻产进，全部灌进了股市跟房市，泡沫就是这样吹大的。但派对总有人要来关灯。1989年底，日本银行换了一位新总裁，叫三重野康。他认定资产价格已经高到危险，于是开始连续升息，一次比一次狠，钱突然变贵了。1990年的元旦过后，日经指数开始往下掉。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只是涨多了，回落一下而已。没有人想到那不是回落，那是一座山的顶。真正的重点来了，为什么跌完之后人反而更卖不下手？这里藏着一个几乎每个投资人都中过的陷阱，行为财务学叫它处置效应。讲白话就是，赚钱的股票我们太早卖，赔钱的股票我们死抱着不放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卖掉一个赔钱的东西，等于逼自己承认一件事：我当初买错了。这一刀太痛了，大脑会本能的逃避它。于是你开始跟自己说，没事，它只是暂时跌，等它回来我就解套了。跌掉一半，你想的不是走，是摊平，再买一点，把成本拉低。可是它继续跌，跌得越深，你越走不掉，因为这个时候卖掉，账面上的数字就会变成真的赔钱。于是你选择继续等，等它回来。等它回来这4个字背后还站着另一个更深的东西，叫沉没成本。意思是，那些你已经付出去，再也拿不回来的代价，本来不该影响你下一步的决定，但人偏偏做不到。你已经套了3年，你会想，都等这么久了，现在走，前面不就白等了？于是你又多等了3年。你已经赔了一半，你会想，都赔这么多了，再撑一下，说不定就回来了。于是你一直看着它，再赔掉另外一半。每一次的再等一下，听起来都很合理，
但它们加起来就是把一个本来该断的小伤口拖成一个流血流了30年的大伤。这就是第2季的母题，杀死你的往往不是那一叠，而是你不肯走。上柜摇手的不只是散户，整个日本都犯了同一个错。泡沫破掉之后，日本的银行借出去的钱很多都收不回来了。照理说，该认的坏账就要认，该倒下的公司就让它倒下，但他们没有。银行不肯承认那些坏账，继续借钱，把一家一家本来早该收掉的公司硬是吊着一口气养着。后来经济学家给这些公司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僵尸公司，活不过来也死不掉，钱全部卡在这些僵尸身上，流不到真正有未来的地方。结果呢，本来大家说的失落的10年，就这样一路拖成了失落的20年，失落的30年。一个国家用30年的时间亲自示范了什么叫不肯认输。现在我们来算一笔最残忍的账。1989年底站上顶点的那个人，如果他死抱着不放，他要等多久才能回本？答案是34年。一直要到2024年，日经指数才终于重新站回当年的高点。34年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一个30岁满手套牢的人，要一直等到64岁，都快退休了，才看到自己的本金回来，而且还只是回到原点，1毛钱都没多。但这还不是最痛的。最痛的是机会成本。同样这30几年，如果他当初认输，把钱搬去买别的，比方说分散到全世界的股票，这笔钱早就翻了好几倍。所以你看，套牢真正吃掉的从来不是那些数字，它吃掉的是你的时间，是你人生里最宝贵的，再也买不回来的复利。好，现在换你站到镜子前面，问你自己，你手上有没有一个东西？它可能是一只股票，可能是一间房子，也可能是一段关系，一份工作。你死抱着不放，唯一的理由就是等它回来，不甘心。如果有，请你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我继续抱着它是因为它真的还会变好，还是只因为我不想承认自己当初看错了？第二，那些我已经付出的再也拿不回来的代价，是不是正在绑架我下一步的决定？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一题，假如今天我手上拿的是现金，没有任何包袱，我还会重新买下它一次吗？如果答案是不会，那你抱着的就不是希望，是套牢。第2季的暗线到这里又收紧了一圈，从常赔钱的人到卖保险的天才，他们都以为自己管得住，而这一集的对手更安静，它不是市场，是你心里那句再等等。认输是把钱从过去搬到未来，等它回来是把你的未来锁死在过去。这是《财富与人性》第2季放不了手的第4集。第1集藏起一笔牌钱，第2集卖错一张保险，第3集冲向同一道门。这一集跌完之后死也不肯走。4种放不了手，越来越深，也越来越像我们自己。下一集我们把镜头拉到离今天最近也最狂的一次。2021年，一群散户在网络上集结，死抱着一只几乎被全华尔街看衰的股票，喊出一句口号，谁都不准卖。他们把打死都不放手变成了一种信仰，一场反抗，那就是 GameStop。 当不肯放手不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信念，一种反抗，它会带你飞起来，还是摔得更惨？如果今天这一集让你想起手上某个你死抓不放，只为了等他回来的决定，那他就达到目的了。按赞、追踪、分享给需要听的人。这里是财经无界，我们下集见。